曾经有位出生在贫困农村家庭的高材生，读完博士回老家，却不出门不找工作，在家啃完父母啃小妹，父亲气到直接报警。而面对父亲的指责，这位高材生却振振有词道：你们就想着赚钱，可曾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么为何这位高材生宁愿放弃高学历光环，待在家里啃老，也不愿外出打工？这位博士高材生名叫李明亮。70年代末，李明亮出生在湖南一户农村家庭，家里还有个妹妹，父母靠着种地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日常。李明亮的父母虽然一辈子生活在农村，没什么见识，但他们懂得只有读书才会有出路的道理。因此，即便家里捉襟见肘，常常揭不开锅，他们也要咬牙供一双儿女读书。为了供养兄妹俩读书，父母除了种地外，还四处兼职打零工，但依旧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学费。无奈之下，决定让妹妹辍学打工，一起承担家庭负担。就这样，妹妹把学习的机会让给了哥哥，早早走上了打工之路。幸运的是，李明亮从小聪明懂事，爱学习，他没有辜负家人的期盼。初中毕业，考取了当地县重点高中。3年的高中生活，他不敢懈怠，努力学习。毕业后，他如愿考上了本省一所985大学，而且还是人人羡慕的本硕连读。李明亮优异的成绩让父母感到骄傲，也成为当地其他父母们教育孩子的榜样。进入大学后，李明亮时刻不忘记让父母过上好日子，自己能出人头地的信念。生活上他勤俭节约，学习上他挑灯夜战，从不敢偷懒。由于李明亮学习成绩名列前茅，受到导师推荐，学校本想留他继续研读，并承诺毕业后帮忙推荐工作给他，但都被李明亮拒绝了。最终，他选择报考西南大学读博深造。李明亮读博的消息在老家传开后，令李明亮父母觉得很有面子。尽管他读博士期间从未回过家，父母也能理解，毕竟孩子的前途重要。然而李明亮在读博期间究竟经历了什么，让他毕业后拒绝工作，回家啃老呢？进入西南大学读博后，由于学业压力，李明亮不敢放松懈怠，他不参与学校的任何活动，也不与同学交往，在校园里总是一个人独来独往。因其孤僻的性格，遭到舍友们孤立，他们会在李明亮睡觉的时候制造各种噪音，影响他入睡。久而久之，由于睡眠不足加之自我封闭，李明亮身体出现了状况，白天上课无精打采，深夜彻夜未眠，甚至还患上了阅读障碍，严重影响学业。因而他虽然在校读博士9年，事实上他根本没有拿到博士学位。而李明亮担心自己的状况，怕给父母丢脸，也不敢向家里透露半点信息。直到2013年的一天，他不堪重负回到了家乡。读博9年，李明亮第一次回老家，除了50箱书外，没有带任何东西。原以为他回来只是短暂休息，却未料自从他回家后就闭门不出。起初父母以为他在房间内看书搞研究，不敢打扰他，每天只是默默送上1日3餐，便不再作声。可是随着时间过去3、4年，李明亮还是足不出户，也没有打算找工作。此时李父再也坐不住了。要知道，为了供应李明亮读书，全家人省吃俭用，花光积蓄，邻居家都住进了新房子，而只有李明亮家还住着旧房子。每逢下雨天，家里更是遭殃。而在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中，也拖垮了他的身体，耗尽了心力。而李明亮的妹妹尽管已结婚，但为了供他读书，也背负好几万的外债。然而对于家里这些情况，李明亮似乎视而不见，依旧我行我素，待在家里看书，不出去找工作。为了说服李明亮外出工作，李父煞费苦心，耐心劝导：你都老大不小了，还是个博士，找个工作，以后赚钱娶媳妇。可惜父亲的劝解根本不管用，反而激怒了李明亮，对着父亲就是拳脚相向，一顿猛打。无奈之下，李父只能报警处理。然而类似这样的家庭矛盾，短短数月，李家就报警了4次。而更让李父伤心欲绝的是，一次李父外出打工晕倒，
被众人抬回家。周围邻居知道后便前来关心慰问，而儿子李明亮却从未露面问候。李父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含辛茹苦养出来的儿子，竟然是白眼狼，自己省吃俭用供出来的高材生，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巨婴。不得已，李父一家只能求助当地媒体。在媒体的帮助下，李明亮父母才知道儿子的病情。经相关心理医生鉴定，李明亮患上幼稚型人格，其原因是因为李明亮从小肩负着全家人的期望，在巨大压力下学习，心理发生了扭曲。也就是说，李明亮虽然有37岁，但其心智年龄却还处于幼儿，生活和精神上都需要依赖别人，无法承担起生理年龄相应的责任。得知真相的李明亮父母悔不当初，后悔当初对孩子关心太少，只会因为希望孩子学习成绩好，为自己挣面子。尽管后来李明亮父母举债，带儿子走南闯北看医生，但依旧治不好李明亮的病。如今步入中年的李明亮仍然单身一人，在家继续啃老。出生贫困家庭的李明亮从小背负着父母的期望，努力读书改变命运，数十年间不敢松懈，却未料在如此大的压力下，一味的读死书，让李明亮失去了与人沟通的能力和基本生存的能力，最终只能依赖他人生活，一事无成，实在令人唏嘘。生活中，很多时候作为父母的我们，期望孩子飞得高无可厚非，但同时也要关心孩子飞得累不累，经常与孩子交流沟通，了解其心理状况，及时梳理，做好孩子最好的后盾，如此才能养出身心健康的孩子。